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股动财富。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泛宇集团的首席投资长 Herman。Herman 你好。大家好。那本周我们知道股市有一点点的这个震荡哦，因为我们知道中国这个恒大的地产呢发生了一些财务上面重组的问题，同时呢联准会也开了一个会，在开完会之后有一些报告项目，那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讨论这个恒大的事件。不过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好像对这个投资市场有一些正面的反应，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其实蛮好玩的，因为在联准会发布的这个讯息里面呢，他是说他可能11月开始就会减少购买债券的一个金额，那最快明年半年的时候呢，就会完全终止这个计划。那甚至呢，委员会的成员里面有半数认为明年就会开始升息。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些都不是特别正面的一个消息，但是因为呢都已经在市场的一个预期之内，所以反而呢带动了市场上涨，所以是出乎大家，可以说最后还是出乎了大家意料之外。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恒大的事件源自于中国这个过去在30年，真的是黄金30年，在中国数一数二的这个地产的集团发生了他们财务有一个大破口。那这个事件我们知道有很多连带的关系人啦，比如说他的这个预售屋的购买者，或者是他的承包商，甚至他的员工，还有一些他这个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投资人，甚至还有海外的投资者等等。那这整个事件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我想，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说，不动产过去几十年来都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大家的一个投资理财的一个工具。那大家身为华人，大家都听过"有土斯有财"这句话。那再加上呢，这个普遍大家认为说，不动产是一个好像比较保守、比较不会有风险的一个投资。那再加上中国的金融市场比较没有那么发达，所以大家有的闲置资金呢，全部都拿去投资在不动产上面。那有一个数字蛮好玩的，他说中国的城市居民大概有80%的财富都投资在不动产，而美国这数字只有1/3，因为美国有其他很多的金融工具可以投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既然大家都在买，那建商也很乐意的拼命盖房子，而且为了要扩大这个获利，所以是在这个举债来盖房子。但是呢，当中国政府他今天想要去控制房价，对这个房地产产业有一些管制，让你不再那么容易举新债来还旧债的时候，就像恒大现在发生的一个状况，就产生了一个财务的破口。那我们刚刚听您解释到有关这个恒大它的这个财务破口的原因，它还不出这些利息，或是还不出这些贷款等等。我们知道它可能对中国的市场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影响。那请问它对于全球的经济、金融或是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我想对中国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首先我们要来讨论的是说，恒大应该不会是唯一的一个案例。其实类似像恒大这样的地产公司，然后负债比率很高，也面临这个可能无法继续这个举新还旧的地产公司呢，可能还有很多，所以有可能会有所谓的骨牌效应。另外一个就是不动产大概直接或间接占了中国25%的一个 GDP。那在中国现在其实经济成长已经有点趋缓的环境之下，它这样在一连串的年初对科技业，再对这个不动产产业的一个管制，可能会让本来就已经趋缓的经济成长呢更加的雪上加霜。那以全球的金融市场来看，直接影响可能还好，虽然有一些蛮知名的金融机构都有直接说明说，他们的确是有投资恒大的这个债券，但是其实金额比例相对来讲是蛮低的。那当然，我们并不能排除说有很多在这个层层包装纸底下呢，可能的确还是会有未爆弹。但是以几率上来看，真的要发生像这个新闻媒体所谓的雷曼时刻这样的情况呢，几率其实是相对非常的低。但是对全球经济还是会有一些间接的影响。那我们常讲一句话，就是美国打喷嚏，全球重感冒。那虽然中国在金融市场的地位呢，没有像美国那么的重要，但是它好歹也是全球第2大的经济体。它如果真的经济成长趋缓的话，一定还是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特别是这个大宗商品，过去一段时间非常的火红，还是因为中国持续的在发展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大宗商品呢，可能未来的就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是我们知道，刚刚你有说这个投资真的是很复杂，可能有很多这个深深层层我们都不知道。那就着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请问 Herman， 你还有什么要帮我们补充的吗？我们常在节目中讲的内容好像都是说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其实呢，你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然后看好它，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策略。但这个策略的重点是在看好篮子，而不是在集中鸡蛋。如果今天我们是把鸡蛋集中在一个篮子里以后，就开始祈祷，就认为说，恒大这么大一定不会倒，或者是不动产价格一定不会下跌，那这样子的想法可能会让你比投资一篮子的股票承受更大的损失。今天非常谢谢泛宇的首席投资长 Herman 来跟我们更新这一周美国的股市动态以及相关新闻，记得要订阅、点赞我们哦。我们下周见，拜拜。